亚除了以旅游业为主，也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对华教的摇篮手。除了吃喝玩乐，也可以到沈木鱼书法文物馆参观。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并学习到沈木鱼先生一生对华教的事迹与精神。文物馆的入口处列出沈木鱼先生一生的事迹和张挂着不同年龄的照片，所有资料一目了然。沈木鱼书法文物馆是我国逾100个华团在2007年为拿督沈木鱼庆祝95贺寿时，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孔教会与平民校友会倡议成立沈木鱼书法文物馆，并经过4年的策划及筹备，终于在2011年11月12日开馆。巨大龙字是沈木鱼在95岁高龄时所写下的，一眼望去气势磅礴，非常具有纪念性。内部展出了许多和沈木鱼先生有关系的物品及书法作品等，生前的生活写照及摆设，包括家中所使用的桌椅等，都可以在文物馆内看到。服务一生，战斗一世，是沈木鱼先生的座右铭。这句话到现在也一直激励着人们。这边主要呢，就是这一层我们介绍的就是沈校长的这个大事年表了。沈校长是道地的马六甲人，1913年呢7月20号在马六甲出生，然后在2009年呢2月5号他走完他的人生，享年97岁。他这一生呢有3次做过监牢，一次就是在日治时代，他和他的哥哥呢兄长呢木州一起被抓。可是沈校长呢很幸运，因为那时遇到日本的天皇的生日，叫做天长日天长节呢，就放了一部分的人出来。沈校长就是在那个时候呢逃出来了，被放出来。然后第2次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第3次呢就是很出名的这个1987年的时候茅草行动。因为那时呢政府委派不按华文的老师呢到华小担任高职。所以那时呢，他们担心董教总他们担心呢，这个华小以后有一天会变质所以呢，他们坚决的这个反对。所以沈校长在那个时候呢也被抓。这个沈校长的铜像呢，是由马杜巴哈的一位叫做赵有福先生呢，他所报效的，他自己做，然后做了送给我们这个文物馆，沈校长的铜像。好，然后这个牌匾呢是马英九总统送过来的。那时是我们的这个馆的开幕的时候就是2013年
也就是沈校长100岁的名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馆开幕，7月20号嘛，7月20号就是沈校长的生日，所以马总统送了这个牌匾过来。好，这边呢这个傻瓜论，这个呢是沈校长写给他的一位学生，写在他纪念册里面的。他说：“傻瓜傻瓜，我是傻瓜，你也是傻瓜，可惜啊，这世界的傻瓜太少了。我愿你我和一般志同道合的人，永远去做个傻瓜呢，去感化世上无数自私自利的聪明人。现在的人呐、很多都是自私嘛，要像沈校长这样肯为捍卫华文教育而被抓去坐牢的，这种是很少了，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好，所以这个是沈校长的傻瓜论。好，这边就是讲到沈校长这一生呢，3次坐监牢的，1940年代、42年的时候、1970年，还有1987年茅草行动的时候，介绍他这一生这3次坐监牢的这些经历，好，这辆脚车呢，就是沈校长生前所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因为沈校长啊，他这一生呢，不会驾车，不会骑摩托，每天就是骑着这辆脚车呢到学校去上课。他在马六甲平民学校呢担任了27年的校长，他做了全国教总的主席28年，所以他每天就是骑着这辆脚车。然后他退休过后也担任马六甲亚洲保险的这个经理，每天也骑着脚车到那个保险公司去上班。然后经常那个时候了，我们住这一带的嘛，所以小时候都可以看到沈校长呢骑脚车啊，出席那些活动啊，到学校啊，参加那些社团的活动等等，开会啊什么，就是骑着这辆脚车。而且你看这辆脚车呢，1960年买下来的，然后多少钱呢？115块钱，8月21号，115块钱，这辆脚车的价钱。神木语书法文物馆呢和这个孔教会，还有这个马甲潮州会馆呢，每年有办一个活动，叫做春暖人间，家家贴春联。这10多20年里面呢，我们已经筹获了100多万，全部捐给这个麻将这个洗肾中心，给他们去做善事，帮忙那些患上腰子病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我们这个春联呢，我们推到学校去卖，我们每副一副只卖5令吉耶，从早期的3令吉，后来调到5令吉，而且都是马六甲那些书法家呢亲笔写的，这个不是印的，是他们亲笔写的，所以5块钱，这我们筹了100多万呢，每年，所以这个活动已经变成我们马六甲的一个品牌。所以只要接近过年的新年的时候，我们马六甲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都会鼓励孩子他们，我们都把它带到学校去卖。像今年我学校已经卖了590副，总共为这个活动筹了5118令吉耶。它是小多少年啊？这个活动接近20年了咯，接近20年了，对，筹了100多万，好。这个龙字呢，就是沈校长这一生写的最大的一个榜书，那是他的写的这幅字的时候呢，写这个龙字的时候已经是95岁了，那边我们有看到一支这个大毛笔，这个就是沈校长用来写这个龙字的这笔了，在哪里写呢？就在我们马六甲的这个孔教会，因为那时沈校长呢是我们孔教会的主席呀。所以这边照片上都可以看到沈校长当时写这个龙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你看他是用一只手写嘛，后来过后其实这种笔当你沾上墨的时候，它是很重的嘞，很重的，所以到尾的时候用2只手了，而且还一直说，我不多了，然后怕他跌倒，一直给他扶着，把这个字给完成，95岁。这边呢就是孔教会，那时沈校长呢也被称为誉为这个孔教会之父了。从早期我们的旧会所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新会所，经过了3次然后这个新会所呢要筹建的时候沈校长卖字，所以他写了这些书法呢拿去卖，
卖了筹钱呢来建这个会所。就在这个古墓那边，这样目前我们的新会所了。而且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有那个书法班。沈校长在世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早上，只要他没有到吉隆坡，没有到教总那些去开会，他都一定会亲自到这个孔教会呢去亲自教这个书法。所以这个书法班一直维持到现在还是一样，还在进行，还有在办。而且收费也很便宜。只是区区的1个月30令吉罢了，所以呢，马六甲的这个书法能够这样办得这样好呢，这样鼎盛啊，其实沈校长的功劳很大这个书法班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这一层呢，我们是讲到沈校长跟这个城中夜协还有这个平民学校的关系夜协呢，顾名思义就是晚上去上课嘛。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这张照片是民国37年，就是1948年拍的照片，那时还是英国人统治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普遍家庭都比较穷，所以很多学生呢就错过了这种入学的年龄就是超龄了不能到学校去了，或者有一些是受英文教育。然后他们想要去学中文的话，就是晚上呢就到这个城中夜协去上课，还一个星期呢上课3天，星期1、3和5，晚上7点到9点，然后这些都是沈校长教过的学生，沈校长在这里，所以他们一样也是有那个课程，对，这位就是沈校长，好，他也是有从初小。就是1年级、2年级、3年级，然后高小4、5、6，然后到初中、初1、初2、初3这样然后这些都是沈校长教过的比较出色的一些校友，好像这2位是马六甲曾经担任过行政议员的这个大都维拉袁文龙还有这个大都赖斯龙，就是古城鸡饭粒的这个老板，还有大华银行的前任的经理熊衍彬。这个熊衍彬沈校长在世的时候，每年的农历新年，他都一定到沈校长的家呢去向他拜年，几十年都是这样。还有包括培丰中学的前任董事长的都杨朝长的都这个冯秋平这些都曾经是这个城中夜协的学生。好，来我们继续。好，这边呢，这个沈洪博呢是沈木乙校长的爸爸，他也被称为这个平民之母。就是沈木乙校长在这个平民学校呢掌校27年了，27年。沈洪博先生呢，他一生创办了3间学校这个华小3间学校，第一就是培丰、平民还有培德。他也被这个中国国父孙中山呢委任做马六甲同盟会的主席，他是同盟会的主席。对，孙中山委任他做马六甲同盟会的主席，去筹钱给孙中山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嘞，所以他是同盟会的马六甲的领导沈洪博先生也是革命家的，对，他是革命家，他就是革命家了他也是教育家，因为他创办了3所学校嘛，培丰、平民、培德。好，这些呢都是沈校长跟他的城中夜协的这些学生的毕业生所拍的合照，很用心，很有美。对，因为沈校长真的很用心，他在每一张照片后面都会把他学生的名跟他列出来，跟他写出来，像第1行的左边第1个什么名，这样排出去，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这些名字，这些学生的名字，可是很多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你看，这是19哪一年呢？这个是民国39年呢，39年，1950年呢。这位54年毕业的第4届的初中，这一位呢就是大都维拉袁文龙袁文龙这位如果你们去机场街有看到那个大力士就是他了今年才刚往生，今年去世了，离开了。好，这些就是学生的那些资料
陈忠业学生的资料。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学校呢，很注重学生的这些籍贯。籍贯你看他会写上，例如严文龙这个，那是19岁他会写上福建永春人像这个总理是客家人，他是应和会馆做过马六甲应和会馆的这个总理。总理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会馆的领导，我们都叫做主席啊，叫会长。早期呢，他们是叫总理，就是总理是管完整个会馆的头。这个总理不是首相，不是 Prime Minister 的意思他是会馆的领导。早期是叫总理，我们现在叫主席，叫这个会长。这边就跟平民学校的那些关系了从早期旧的平民学校，这些是这边是旧的平民学校的照片，后来搬到现在的目前的平民学校。是这个是在你看民国45年，就是1956年了，那时还是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嘛，我们是57年才独立嘛这一张呢是贴在平民学校校门口的一个通告通知家长、通知学生的什么呢？你看，伊丽莎白女王2世的诞辰，因女王的生日，学校放假1天，而且用手写的而且是用毛笔写的，还有沈校长的盖章，那时候是一张纸罢了。可是现在你看，几十年后就变成我们馆的一个文献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像这位沈慕尧。沈慕尧就是沈慕仪校长的弟弟，我中学的华文老师这一篇是他写的OK， 战前我的母校平民学校，他也是平民学校的学生，然后我中学华文老师，他教过我华文。这位就是沈校长的爸爸了，沈宏博平民之母，平民学校的创校人之一。这个呢，1961年沈校长跟林莲义的合照。1961年呢，也就是林莲义先生了。林莲义是被我们称为这个烛魂嘛，所以他是在1985年12月去世嘛，所以每年都会有颁发那个林莲义精神奖，然后他就这个1961年沈校长跟林莲义先生的这个合照。1961年，也就是林莲义先生的这个公民权被褫夺的那一年，还有他的教书证也没了他原本也是老师，然后也没有在教书，连成为这个马来西亚的公民，他的公民权也被褫夺，也没有了，因为他是在中国出生的嘛。早期来到这里呢，中国出生的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他们需要有那个公民权这些呢是那时他们要筹办这个独大的时候，你看华人社会都很支持那些卖云吞面的也义卖那些女的剪头发的、电头发的也义剪，那些踩3轮车的义踩，大家筹钱要去办这个独立大学，不过过后不成功了过后就变成有这些新纪元学院南方大学学院就是这边我们看到有3位人物林莲义先生、沈校长还有林晃生，这2位呢都是曾经做过教总的全国教总的主席嘛。然后林晃生呢是做过董总的主席。很有趣的呢，你看他们的年龄1901出生，1913、1925都相隔12年一圈嘛所以他们3个都是属牛的，都是为了我们华文教育孺子牛我们说像这位林晃生，你看这个是刘荣喜督学，他也是我们这个馆的这个副馆长他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统考，读中统考就是在林晃生的手的时候开始有的。这个全国的华人文化节每一年不管在哪一个州举行，它的这个火炬旅呢，都一定在马六甲的三宝山点燃。这个是从1989年，那是马六甲办第6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沈校长也刚从监牢出来，因为他87年他被抓嘛，那个茅草行动，然后过后他担任了我们这个马六甲中华大会堂的这个主席，然后在这个文化节的时候，第6届文化节呢，他就倡议呢，在第7届，就是下一届呢，就是1990年的时候，
就要有这个文化节的火炬礼。所以不管那个文化节，全国华人文化节在哪一个州举行，它的火炬礼都一定在三宝山点燃，然后过后才传到主办州去，最后一站才传到这个主办州。然后还有马六甲，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品牌呢，就是我们叫做3399重阳登高。这个是由我们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青年团办的这个活动，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办。2007和08年呢，沈校长做了我们这个2届的这个主祭。因为2009年他就离开了嘛，所以做过2届主祭。这个是2008年拍的照片，你看那时他给2007年那时我们也准备那个轿子要抬他上去，因为那时07年他已经95岁了，他坚持不要坐轿子了，坚持一步一脚印这样走这个梯级上三宝山，所以他的那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后人敬佩，我们后人学习然后到了08年，他96岁，脚真的没有力了，没有办法上，他才肯上这个轿子给我们这样抬上去，所以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沈校长跟政治的关系啦，他也被称为这个马青之父。像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第1任的国家元首了，沈美兰的杨段，沈美兰的这个杨段，这个最高统治者了，就是端固阿卜杜拉曼，端固阿卜杜拉曼。然后这一位是马六甲的第1任的这个 Governor， 第1任的州长，叫做梁以高，梁有过，敦梁有过，那个是沈校长了。好，这个国家元首就是我们纸币上看到的1令吉5令吉10令吉50、100令吉的那个人头像就是他了。沈美兰的杨端，沈美兰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是国父敦固阿卜杜拉曼，这个是嘎发爸爸，做过我们副首相，也做过马六甲的这个首席部长。好，这边呢是沈校长跟这个晋江会馆的关系啦。因为沈校长是属于这个福建晋江人嘛，他是福建晋江人，然后这晋江会馆的那个会议室也以沈校长的名来命名了那沈木乙菊生博士的会议室，那是2011年10月7日开幕的时候，所以这个会议室以他的名来命名，来纪念他。好。沈校长去世过后，马六甲州政府也有一条路以沈校长的名来命名，就在培丰中学，马六甲唯一的一间独中，培丰中学前面门口的那一条路，就是叫做 Jalan Datuk Simuyu， 沈木乙校长路。那是他去世过后，州政府就以那条路以他的名来命名，来纪念他。这些呢是台湾颁给沈校长，台湾政府颁给沈校长的。包括这个你看中华民国的这个文化奖章，然后华光一等奖章，好，这个是沈校长去世过后，去世的时候呢，马总统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呢和这个行政院长送过来的，褒扬他，表扬他。我们的刚上任的第10任的这个新首相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这些呢都是这些照片是在2007年就是沈木乙校长呢95岁大寿的时候，这些在朝在野的这些政治人物呢，都到他的府上，到沈家，到沈府去呢，跟他贺寿。然后当天晚上在马六甲培丰中学也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一个寿宴祝贺这个沈校长95岁的这个大寿，全国有180多个团体一起联办这个晚宴，这个寿宴，所以那时白天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在朝在野的那些政治人物都到他的府上去祝贺他，去跟他贺寿，一生不悲观万事有办法。凡事都要往好方面，
有 positive 的这种 thinking 嘛，往好的方面想，一切都可以解决的，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来，我们继续，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壮观？上面这一幅，沈校长95岁的时候写的，这个志明这个堂号，这个是沈校长的爸爸沈洪波呢定下的这个堂号。这张古董作是不是很美啊？对呀。你看它整个这个大理石，很天然的，就好像那种山水，对，山水就好像那种山水画，水墨画山水。这一套原本是放在沈校长的家，后来过后因为这个管建好了，就把它搬到这里来，就在这里展出来。这一套呢，就是沈校长生前用来接待那些来他的家拜访他的那些，国内一只也是，整套都是，国内外还保存到很好，是在国内外的那些台湾啊哪里来的那些大人物啊，去他家拜访他，还有国内的那些部长级的来在拜访他的时候，就是坐在这边跟他一起聊天。这一台风琴是沈校长生前在用的，他除了会是教育家，校长嘛，书法家，他也会弹琴，他也很喜欢弹琴唱歌，跟自己自弹自唱啊，跟家里跟孩子他们啊，还有你看这些当时的这些马华的领导，这个当时马华的总会长丹斯利黄家定、丹斯利冯正安，这2位是马六甲的领导。大都维拉傅润天、大都严文龙，他们到他家拜访他的时候，他都弹琴，跟他们一起唱歌，很开心。对，你看我们这样按没有声音，这台琴其实还好了，它并不是坏。你看到下面有2个踏板吗？对，是那个你要脚要踩下去，踩下去它就有风，有风的时候呢，你看踩下去的时候，我一按它就有声音了，对，它就有声音了。它就有声音了，因为它是风琴嘛，它是不需要走电啊，不需要那些的，然后这一位是沈校长的爸爸，这个是沈校长的爸爸，沈洪波，和他的2位夫人，这位李良呢，就是沈木乙校长的亲生母亲，他的亲生妈妈，所以沈校长那个爸爸了和他的2位夫人。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是不是很壮观？对，这张照片你知道在哪里拍的吗？在哪里？这张照片是沈木乙校长呢95岁生日的时候，95岁大寿的时候，他们拍的全家福。这个是借用马六甲的 Grubong 的 Stadium Hangjebat 拍下了这一张全家福。就是观众的那个观众席那边拍下这张全家福，然后下面是每个兄弟，他的兄弟那些的他们和他的各兄弟的啦，各兄弟的那些他们各家的这些全家福了，然后每一个兄弟的全家福，上面是一个总的，这个人数还不齐嘞，这个人数如果齐的话差不多要有这样的人数哎。700人呢，700，现在更不止了。现在我看到整1000人都有了，所以他们家族很大，很大。好，这个是对，这位就是那沈校长那时坐在这边，沈木乙校长95岁生日的时候，这个是他弟弟沈木尧，我中学的华文老师。好，来，我们给你看一下沈校长的这个结婚证书。来看一下，中华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了。那是沈木乙校长呢25岁，他结婚的结婚证书，还保留到极好。当时你看结婚证书还有结婚人，有证婚人，要有人证婚嘛，要有介绍人，还有主婚人。主婚人就是双方的家长啦，双方的家长还要请一个德高望重的来做一个证婚人，王德义当时是马六甲华人社会的一个领导啊。好，来
给你看一下这个沈校长这一生所写的那个日记。沈校长一生啊，写了几十年的日记，这些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展出来。哦，这些日记呢，全部由这个何许良博士已经在跟他编成了。在楼下我们都有已经编好了几本了。有把它分成家族篇的啦，有把它分类啦，由这个何许良博士呢来编写，因为太多了，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哦，来跟你介绍一下，这里是沈校长的他们的这个家庭的照片。哦，像这一张，你看，1984年的时候拍的，这个是沈校长的妈妈李良啊，老太夫人100岁的生日，在哪里拍了？在培丰中学，马来西亚培丰独立中学，那是还是旧的建筑的时候，啊，现在这些全部已经变成5楼了，这个是旧的哦，拍的那个全家福。然后第二年，1985年，他的妈妈去世，101岁。这张照片跟你介绍一下，这张照片呢，就是沈校长跟他的太太呢拍的最后一张合照。因为拍了这张照片过后，2004年的5月1号就是劳动节了，他的太太就离开了，有80多岁。他们在他家门口拍，然后他家是一间很朴素的一间双层楼的屋子罢了，很普通的一间双层楼的屋子。在门口拍的这一张，所以这些都是沈校长生前所得到的那些荣耀哦。他的那个橘生太平橘生是1956年，那是还是英国人统治嘛，由英女王那是封给他的 JB 哦，然后他也得到马六甲的Dato，然后 DMSM 也得到0年1精神奖。历史故事丰富了这趟旅程，跟随着马来西亚 Go 的脚步，探索马六甲。